水哥，你挖一出头，你像我这样举高一点挖一出头，就你一点，不够，不够，你下去不够，你看我，然后就拉高了以后呢，你看，这样下去一摔就到底下去了。哎呦，您这82岁，这身体真好。嘿，这个龟岩它的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？我用我微薄的力量，为社会完整的保护我手上现存的珍稀鸣虫。莫名其妙，人家讲鸣虫祖宗有1000样，你怎么到你手上100样都没有啊？树有的时候会给你感觉它是有着无限力量的。从热带、亚热带到寒温带，一棵树如何支撑起一个世界？人和树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我们如何认识一棵树，又应该如何与树相处？本节目由耕耘美丽中国、共创幸福生活的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。这都是茶吧？茶叶呢，对我来讲呢，就是一个既近又遥远的事情。你要说近的话，谁身边没有个茶？但是呢，你要说懂，是一点都不懂。我平时不喝茶，它分很多门，绿茶啊、红茶又白茶啊什么的，又是什么大红袍啊，又是单丛啊，又肉桂啊，就因为经济效益高，所以呢，它的种群才得以不断的壮大。在我看来啊，它可能已经不算是植物了。它完全是另外一个有商业属性的一个东西，所以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的这种茶叶相关的文化也好、故事也好，甚至传说也好，是一个特别庞大、弄不清的一个，就比较玄的一个领域啊。我觉得我也特别希望能够通过这一站，回到茶树本身来。刘老师，我这个看到这种是我特别熟悉的场面，对，感觉是要挑战项目这个做那个测试的时候是这样的。外形上它区别不大，它最重要的品质特征不一样的就香气和滋味。分别的话就是武夷山的丹江花旦大红袍，已经存了很多年了，这个叫大红袍。啊，这也大红袍？对，是几个品种进行拼配的，所以叫做3品大红袍。哦，那再过来这个品种呢，就是水晶龟了，武夷山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种，肉桂。再下来就是我自己研发的品种金佛了，就是老虫水仙。水仙。对，铁罗汉。再过来呢，就用我的名字来命名的，叫玉球，大鸣虫里面的半天妖。那再过来这个品种呢，花名叫仙皂，你可以尝一下它的味道。武夷茶重要的闻香，还有喝滋味。第一泡就要喝呀？对，那不是严重影响睡眠吗？那我今天真的是交代了。这个味道很有意思，这个味道就跟芥末一样，它能够把那个鼻腔感觉冲开。对了，这厉害，这个就是我们老茶怎么讲的浓稠感。这个就是那种小白兔在那蹦跶的感觉，大白兔奶糖了，就有点发甜了，有点。这杯茶呢是老虫水仙。那就是水仙的品质特征呢是兰香，小白兔蹦跳的，这也是能够吻合得起来的。这有一种那种其他的味道。这个是肉桂，它肉桂就霸气的香，桂皮的香。它每一道的茶香它是不同的。它是不太一样。
就现在目前你怎么打乱这个肉桂，我肯定能给你找到。挑战一下。不是，你先告诉我这个。就可能我们对应的原来是这个品种在这个位置，我可能给你就是调换了，调换完以后，哎，你要懂得这个是哪一杯，要挑得出来，就这个意思。天哪！嗯，行，打乱。我感觉我已经忘了这个气味怎么做标记啊，这个。你整个走一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哇，10款茶就各个不同，也确实打破我认知了。我没有想到这个茶里面能分出这么多。其实真正的不同呢，除了品种特征，还有一点技师呢有自己的特点。鲜叶到我们手上会激化它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，这跟我们的性格多少都有点关系的。可能女性的茶会更有细腻感。现在做茶的女性越来越多，但是的话，真正的在一线的还是少。传承人里面只剩下我一位女性传承人了，但是我拜师还是不容易的，就是原则上都是传男不传女。这是我老爹。85年的时候，我爸爸承包了村里的茶厂，当时就跟我爸爸说，我要学做茶。当时我爸说：“嗨，女孩子做什么茶？嫁了就是了。”跟我的师傅王继先讲，我要当你的徒弟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女孩子当什么徒弟？嫁了就是了。”就是每一次都会跟我说同样的话。固有的一个观念，那我们女性的要承担的责任就是照顾家庭、生育孩子。茶季的时候要24小时连轴转。大概要20多天，甚至30天。那在30天里面，如果是母亲不去尽责任，这是不行的。所以很多女同志到了后面成家，基本上不会选择再做技师这个行当。我想都没这样想，我当时就想到我要学完这个手艺，我能够把我这个家，能够把我们这个厂做得更好。后来是什么时候就开始认可您？中奖啊！实力说明问题嘛，是吧？这个呢是19岁不到嘛，第一次做肉桂，我没想到，我就随心所欲的做，结果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泡茶出来。85年的时候，刚好我们的肉桂品种要进行参赛，我那时候做茶水平真是叫菜鸟级的菜鸟，就反正蛮闷着去，那真的叫闷。结果的话就是有10多杯都是肉桂啊，翻来覆去就是有一杯肉桂特别好，那满分是100分，那庄家组一致同意给他110分加10分。揭开谜底竟然是我做的，哇！当时我真的是高兴坏的，我说这样子都能够焖得出这么高级的茶出来，哎，我说那可能我真的是这一块料。那从那以后真的是变成兴趣了，就是一看到这张照片，我就会想到我真的是为茶叶而生的。99年、2000年的水仙茶王也被我拿来了，我就一辈子就想做这个了，也想把自己的企业做成100年老店、100年老茶。反正是这样的，答案呢只在您心里，我说什么就对就行了。好了，可以。嚯，这杯打得真干净。
其他我觉得问题都不大。有3杯不是很确定，这个我又觉得像4啊。刚才4是啥来着？糟了，我有点乱了。那就这样吧，那就这样吧。那我们一个一个来揭谜底啊。对了，9，对了。哇，厉害，2对了。哇，3也对了。主要是4个8。哦，厉害，真的是，这是8。这是8吧？这个是5，这个对了。这个6也对了。6也对了，我看7能不能对。7也对了。那就是刚这2个对，刚好2个掉个个。本来我想一把全搞定的。我们专业的人都觉得要努力。我其实喝了多了以后，我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些是名从，有些是就是种的非常多的，确实就是更厚一些，就更明确一些。那这个品种呢，来自于我们自己武夷山的树种进行研发出来的。哦，所以在武夷山这个地方呢，茶的话为什么能够这么持久？最重要的这个就是武夷山当地的原生种。这个地方这个茶树特别多，这一大片，全部都是一棵一棵不同的树。这路边就长的。这个香味是茶花的香味是吧？对，这是茶花的香味，它比较淡雅。武夷山是叫茶树品种王国的地方，那其他地方就没这个名称。那说明我们这边品种是特别多的。对，那这个就是几乎每一株都不一样。对。从古代下来的话，就有非常多这个原生的这种种子资源。很多都是没名字的，统称是叫菜茶。在武夷山有个更好听的名字叫奇种。然后我们的新民，那经过一代一代的从这个品种里面选出好的，然后再把它培育之后再互相再杂交，这样也一步一步的做。然后做到最后的话，就是培育了非常多的红虫。跟上小学、初中、高中那个考大学似的，你这个。对。一层一层筛选。对。那你这个好的标准是什么呀？好的标准，它是一个是有特色，然后第二的话，这个茶，就是大家喜欢的人比较多，然后到了市场上面追捧的人比较多，但是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哈，喜欢不同的茶品哈，它会变的，叫什么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各领风骚3、5年嘛。那你们会去更新吗？比如你看，如果比如这市场上我们都爱吃肉桂，或者都吃大红袍，然后那我就单一的我就种了它。比如说之前出现了一波的水仙乐，大约是在100年前，然后肉桂出来之后，然后就出现了就无肉不欢的这个时代。在80几年啊，肉桂苗卖了1块多钱一根啊，那真的叫高额回报。就很多的第一桶金是肉桂的，尝到了甜头了，就会把这个茶捧得跟神一样。有一个亲戚呢，传到神到什么程度呢？他那天讲，哇，我有点感冒了，结果我就把那个茶梗泡一下，哇，第2天就神清气爽。所以我就开玩笑，我说都是钱闹的。肉桂完以后有了就是金观音、黄观音。每个品种上来都有乐效果。近几年来，武夷山的岩茶风头很，1斤直击几10万，折合美金48万，卖到美金将近70万元。因为山是有限的嘛，所以老百姓那一定是会种最有经济价值、奇种的。它出来的茶呢不够香，而且也不够统一标准。经济效益不高，它就会把原有的树种进行更新掉，98%挖掉了，就都是新种了，就更新了。
这就是我们留存到现在的300多亩的这个奇种岩，现在发现是非常正确的，也就让我有了源源不断的新品种研发的源头。奇种从直接经济效益，它真的每一年都不给你带来，但是从保障的角度来说，一定它的价值是高于新品种的。想让所有品种有稳定的养护和研发，那就是这个行业需要更多的伙伴们的帮助。那我们现在到那个就是我们闽北地区第1条全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，那就这一条的那个设备，几十年啊，我从85年到现在，最早的第一批的能够走动起来的资金也是农行贷款的，所以农行是我最重要的银行的融资渠道。我们这样子的友情呢，还是要一代一代的。就是发扬下去，传承下去。那我们农行有针对咱们的传承啊，量身定制的一个金融服务方案，给您可以做到100万元的这个信用类的这个大时代，服务咱们的这个传承人，也是我们的这个社会责任。我们茶季大家都懂的，4月份采来，要到8月份左右才开始卖，那这里当中呢有几个月的时间的空档，钱是没得来的。农行那个时候做了小微贷，这让我们很多的茶企一下就翻身了。这个就是在去年我们干旱的时候，这里2、3溪就英勇的牺牲了啊！这个就是树种，它在恶劣环境下，它就接受不了了。我们的很多的新品种是用无性繁殖的方法把苗木培育起来拿来种的，但它种下去，它根是侧根的。如果遇到特殊气候的时候，它可能就全军覆没了。这个东西它贵，那么它就会被扩大，会被扩繁，它的劣势就会逐渐的显露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全是茶，比如它有某一个虫子能把它干掉，或者某一个温度使它逾越不过去的，就变成了它的一个致命伤。如果是肆意妄为的话，它有可能会造成后面没有办法弥补的结果。大多数的茶农都把他的茶厂改种了，所以像这一片就很少了，所以这一片也是作为种子保护的一个区域，然后有编号的，我在武夷山，然后从事保护种子资源的相关的科研的这个团队，或者个人还是有一些的，没保护，那这个种也会灭绝的，哇，这个地多好啊！嘿，你在山上就有这种，它上面雨水淋下来的这些东西都是天然的肥料。你看，这个是老祖宗一代一代唐宋元明清10个世纪累积下来的东西。过去1000多种，现在中国确定的不上80种，78种。我和我的课题组1978年开始到现在，完成了对武夷山鸣虫的收集保护。那么除了这个以外，再去寻找一些野生类型，找一些特殊的优良性状，为我们的产业增加一点古老的优良基因类型。现在一句话很时髦啊，种子是产业的芯片。嘿，老太公。哦，这个是第一株哈。对。哇，这个还是长得很好。几年了？5年了。我上一次看，你这是5年了呗？你找到要看是不是1号？1号。找到001。
铜牌给他搞这样。W 是武夷山 ，Y 是原生、野生，1是1号，完全生态的茶。这个是我5年前去找武夷山的野生茶，我们从外观、形态特征去选择，初步就把它标定了8颗。你看中等的20遍，主干16，哪个小朋友？我量的角度的草稿记一下这个分支角度。那么今天这次来了，带了武夷学院的专业的老师，借用他们的最新的技术进行 DNA 测定，看我们选中的茶到底是野生还是过渡型的，还是栽培型的。小心哈。注意看呀，可能还有些地方还是有点滑的。还好了，不会滑的，还好。可以下去，罗老师，这里可以下去。我花了很多心血啊，比如说我到哪里去看，我今天要造花，它没开，那就得下一次再来。再去了，开过了，要得明年，都是麻烦的。哎，我有东西抓住，我就不怕了。罗老师累不累啊？我早饭吃饱了。哎，我这个用铜线的，我这个永远不会生锈的。大概9毛钱，铜线不算，这个铜线还是我自己去拿的。做了有多少呀？啊？做了多少？做了1000个，1000个，这个找不到这么多的，因为我们要去这样挑，我们计划200到300个野外确定下来，这工作量很大。你看，我们现在才是第3株。6 W Y 7，有没有花？有。哦，有花。有没有果？有。这么几十年来，这个标点的地方都是我们到达的地方，洞、岩、峰，我跑了63个。原来我搞水稻育种的，69年到这个综合农场了。我们是杂交水稻高产释放，农垦部的领导他就给我们提出来，你国营农场是火车头，杂交水稻搞出这么大的成绩，你们这边的大红袍、小红袍这么多世界知名的这些茶树资源，你们就让它这样自生自灭啊！这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，要带头作用，把它保护起来，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。我7、8年就开始着手建民丛圃，然后把这个种子资源一个一个慢慢栽进去。那么这个归园就93年、92年，我50几岁了，也快退休。我利用我现在还跑得动，我说我们是不是租一片山，然后启动。我还想呢，我是80多，哇，我那还上山啊，这个做这些，我说那这身体真好。结果看到您以后，我觉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您就在大山里面找吗？大山里找啊。那您为什么要选择归园这个地方来种呢？因为它原来是属于综合农场这个地方，我在这个农场工作，就只有这个地方能够租得到的。我自己掏钱租来的，总共不上20亩。这头龟看到没有？龟背，我的茶园叫龟屁股。哎呀，这没点想象力真不行。好了，咱们到了。
罗老师，我给你拿着这个吧。你拿不来啊？你有没有拿过锄头啊？我拿过锄头啊。你啊？你是你不大城市的？大城市我天天在家种地。你也有种地呀？对啊。你哪里种的？没有地种。在我自己院子里种啊。院子里，哎呦，那不错。没味儿。罗老师，锄头我拿着吧。你不用，你走好来。这个是叫做状元红，这也是您种的吗？是啊，这个是大红袍第3颗，这个是白穗香。您拿着那个有点累了吧？我拿吧。不会，这个不重。罗老师，您是不是还养狗啊？我没养狗。那您那边有没有一个像小狗窝一样？不是，等一下我跟你说。这会有人过来偷这个种子吗？有啊，他狗把你给偷掉、吃掉去，就连狗一块偷了。哇，这个干子上长了那么多苔藓啊！武夷山你看生态好，你看这个地方，这是棵桂花树，这个都野生的，野生的桂花，它本来这里是有一边都是的，然后呢，他们把它挖去卖啊，因为它野生的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然后就搞个这个东西。就没人敢搞个这个东西，人家他就